Hello，大家好，我是 QQ。今天这个影片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是怎么把上个影片的卡片和笔记法的观念去套用在 Notion 里面。那这个方法的部分的话呢，实际上跟大家去做一个简单演练，就是说我会有两个不一样的资料库，一个是呢文献笔记跟灵感笔记做一个整理。那你可以看到我这边有文献笔记、灵感笔记。那我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呢，是我有另外一个资料库呢是永久笔记。那永久笔记的话呢，会去跟那个上一个的文献笔记做一个联动，然后永久笔记彼此之间也会根据上一个影片跟大家介绍的，他们彼此之间也会有关联。那接下来影片的话呢，会跟大家介绍一下我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去把这两个笔记做一个连结，那怎么样套用这个卡片和笔记法在 Notion 上面的。好，那首先的话呢，想跟大家介绍的话是文献笔记的部分。那文献笔记的部分的话呢，我首先想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自己的编排，就是说呢，我有文献笔记、灵感笔记，还有笔记处理，还有心情笔记，还有卡片时间、卡片分类，还有所有卡片。那我这边想着重在前面三个的部分。那前面三个部分的话呢，简单来说就是我这边有一个 filter。然后呢，我把所有的名字里面包含 L 加冒号的部分的话呢，自动它把它收集成文献笔记的这个分类里面。那灵感笔记用同样的道理，然后我用所有包含 F 的这个笔记，我把它收集起来。那笔记处理的部分的话呢，只是包含了 L 跟 F 这两个的部分。那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这样做的好处是我可以一次只处理一个笔记的内容，然后我可以知道，当我从网络上面去收集的话呢，我只要在那个笔记上面，譬如说我用网络截取，然后分享到 Notion 里面，我只要在前面加上 L 加冒号，那它就会自动变成文献笔记。那我这边可以给大家看一个稍微比较多的一些细节，也就是说呢，当我把它成为文献笔记的时候呢，我这边其实有写一个formula， 写一个公式的话呢，就是我可以从名字直接把它转成中文的这个类型。那这边这个公式的部分的话呢，比较复杂，我这边不会去交代太多细节。那简单的来说，就是说名字如果包含 L 冒号的话呢，我会把它变成文献笔记；如果名字包含 F 冒号，那就是灵感笔记；然后 E 冒号就是永久笔记。那最后如果我把它整个都已经完成好的话呢，我会把它选成 A 冒号，那我把它归档在档案库里面。那 YT 的部分的话，就是有些笔记是专门给我去做 YT YouTube 制造的时候，我想要有一些灵感，那我把它变成 YT 制作笔记。那这样子归档之后啊，我有什么好处嘞？有的好处就是说，我这边虽然只分了文献笔记、灵感笔记还有笔记处理嘛，可是实际上我在卡片分类的部分的话呢，那你可以看到我可以利用刚刚所创造出来的那个 formula 的那个页面去归档，那你就知道我现在有多少文献笔记，然后跟我现在有多少 YT 制作笔记，还有灵感笔记等等之类的。那这个的话呢，是一些比较进阶的用法，那我觉得是很好用的一个方法。再来第二部分的话呢，想跟大家介绍的是我在这个笔记里面还有包含了哪些内容。那我把这个笔记把它打开来看，那你可以看到说这个笔记有包含的内容，就是说我会把这个笔记相关的笔记做一个简单的连接。那最重要的是，当我这个笔记是还没有编辑的，那当我把这个编辑完成的时候呢，也就代表说我把这个笔记从文献笔记生成变成了永久笔记。所以你看啊，我这边如果最后变成的话呢，我就会把它变成这样子的永久笔记的内容。另外，这个文献笔记还有几个重点，就是说，第一个的话，就是在上个影片有跟大家提到说，文献笔记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你要标注来源。所以你看，因为我们是使用直接从网络去摘选，然后再加上 L 冒号这个标签，所以这个文献的来源，这个 YouTube 的影片就会直接被摘录下来。那第二个观念的话呢，就是我需要有一个简短然后选择性的摘录。那我这边就增加了一个 property 是做这个摘要。那你看我这个影片的话呢，我就把它用自己的话呢去总结成一句话。然后这个也就是第三个观念，就是你要把它做一个简短的摘录，然后同时是用自己的话。那总结来说，这样子的一个完整的文献笔记的页面的话呢，可以帮助我们去达到文献笔记的三个重点，就是你要标注来源，你要用自己的话，然后你要摘要。举一个更实际的例子的话，我就会从这边，你可以看到说，我从笔记的处理的部分啊，
我的文献笔记在刚开始是一个就只是摘录的部分，我可能看 YouTube 或者是我看任何的一个东西，我把它摘录，然后把它名字前面加上 L 冒号，变成一个完全没有使用的。那我开始编辑的话呢，就会变成到第二个范围，可能是 in progress， 或者是我想要把这个笔记跟其他笔记做一个联动，也可能是这个笔记很好，我做一个 review。那不管怎么样，最后如果我已经不想这个笔记已经彻底完成的话呢，那我就会把它放在这个完成的部分。那我把它完成的部分的话呢，我可以举随便一个例子来看。假设以这个例子来看好了，我把这个东西打开来，那这个笔记的话呢，因为我已经编辑完成了嘛，所以呢，它会有一个永久笔记的生成。那也就是说，我看了这个影片啊，我知道卡片编号加任意分支，还有连结加可检索去寻找，是一个卡片盒笔记相当重要的观念。那我最后就生成了一个永久笔记，就是卡片盒它的盒子分类不重要，因为只要有编号，它就可以串起整个中转。所以我可以把整个卡片盒笔记想成一个大型的思维导图。那这样子的东西的话，然后这个我可以把它变成说，就是这个观念对我而言有多深，那我可以把它变成说，以现在这个观念而言的话呢，因为我看了很多次，所以我把它的分类变成是内化的部分，那我可以有一些新鲜啊、记忆啊、尝试等等之类的。好，那我现在跳过来看哦，那也就是说，我把这个文献笔记已经升华成，就是变成了一个永久笔记了。所以我到永久笔，我如果把它点开来看，它就会到永久笔记。那我把它打开来看哦，你看，也就是说，这个永久笔记已经是完整的内容了。那我可以把这个永久笔记跟其他相关的永久笔记做一个连接，然后这个永久笔记也会显示出，我这个笔记的来源是根据哪一个文献灵感笔记所产生出来的，所以我可以很快的去找到我这个资料的来源。同时的话呢，如果说我回到永久笔记的这个资料库里面的话呢，你可以看到我其实永久笔记的编排也是一样的，我把永久笔记做一些状态上面的去做编排，也就是说最原始的就是我这个 in progress 的部分，也就是说我还没有编辑的内容。那如果我编辑差不多的时候，我想要跟其他永久笔记做一个联动的时候，我会把它放在这个 connecting dots 里面。那如果说这个东西也完成好了，那我就会把它放在这个完成的部分。好，那接下来的话呢，想跟大家实际上去找一个完成的永久笔记给大家看。那与这个东西来做举例好了，这个东西的话，我可以看到说，我创建出来的这个永久笔记啊，我把它跟其他的永久笔记相关联的永久笔记做一个联动。那这个方法呢，就是我在这边只要点一下，那你看到说我这边是跟快乐相关的嘛，所以我可以快速的去扫过这里面的内容，然后呢，可以把相关的内容去做一个联动起来。那这样子的笔记就会把永久笔记之间去做一个联动。另外的话呢，我可以把这个永久笔记去做一个分类，就是在之前的影片有跟大家提到过，我可以把这个笔记啊做一些简单的分类，像是说我可以把这个笔记是跟快乐相关的啊，这个笔记是跟知识管理相关的啊，等等之类的，我可以从这个地方呢去把它做一个简单的分类，去做一个区分。那这边想跟大家去做一个特别的一个地方是说，我还会去做一个就是标签，这个标签的话呢是一些行动标签，也就是说我想要知道这个笔记我什么时候可以用。那我这个笔记我读的感觉我很喜欢，是因为它真的描述到说我不快乐的时候是因为我有一些欲望嘛，我想要去尝试一些我目前没有的东西，所以我知道我最需要这个笔记的时候是我不快乐的时候，所以我这边去下一个标签就是当我不快乐的时候可以回顾这些智慧哲理。所以这样子的好处是什么？这样的好处是说，当我点下去的时候，它会把我想要知道的这些相关的笔记做一个全部收集起来。那你看哦，像我现在点当不快乐的时候可以回顾这些哲理，我可以知道说这个笔记就跳出来了。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读那个被讨厌的勇气的时候的另外一个笔记的话也会跳出来。那最后我如果开始把这个笔记做慢慢累积的话，那我就会有很多行动标签，那我就可以知道说当我遇到什么样的情境的时候，我可以打开某一个行动标签啊，那这样子的话呢，我这些的观念就可以帮助我去克服我想要克服的一些困难。
好，最后的话呢，想总结一下这个永久笔记，就像上个礼拜所提到的永久笔记的观念。这个永久笔记的话呢，它是用灵感笔记还有文献笔记去做创作出来的。然后呢，当我看到这个笔记的时候呢，我有去想这个笔记跟我有什么关联，就是想说，我这边举例来说，就是我大部分不快乐的时候，都是因为我想要目前没有的资产啊，目前没有的状态，以及目前没有的能力，所以呢。再看到这个的话呢，我就写下来这些话，就是知道说提醒自己这个笔记跟自己的关联。那同时我在写这个笔记的时候呢，我有其他想法，就是那我这个欲望是怎么来的？通常我为什么会有更多的欲望？有可能是因为我看到朋友的状态，然后我开始跟别人比较，然后我开始羡慕别人，所以产生出来的。那我就可以联想到我之前曾经学过的一些旧资讯，就是南报他有提到说，你羡慕别人的时候，能改变的方法是，你可以。就是因为你不可能只拿某一个人的优点而已，你要完全变成某一个人，那你愿意变成那个人吗？通常这样子的情况，我大部分是不愿意的。所以根据这个旧知识以及这个新知识的观念的话呢，我可以写下出一个新的永久笔记，然后并做一个联动出来，我并可以把这边再把它联动起来。总结来说，我这个永久笔记的话呢，尝试的结合我上个礼拜跟大家所提到的整个7个永久笔记的观念去做尝试。那你最后的这个永久笔记的这个范例的话呢，它也会存在这个卡片和笔记里面。所以任何时候你有相关的东西的时候，这所有里面的内容都是可以重复去做使用的。主要的话呢，是想跟大家提到说，就是我现在把永久笔记跟文献笔记做一个区分。其实我之前都是把这种概念呢套用在其他的软体上面，但我现在发现，其实 Notion 的话呢，就是如果你能把这些观念套用在 Notion 上面的话，其实也是非常好用的，而且你可以在这种比较视觉化的情况下去扫出你这些永久笔记观念，所以我认为的话，这样子的方法也是一个非常棒的方法。那想分享给大家。那之后的影片我会跟大家去介绍一下我之前平常更常用的一些，像我可能用 Long Research 啊，或者是 NoSQL 啊，或者是 Heptabase 啊等等之类的笔记软体去套用在这个笔记盒的软体。那大家可以根据这几个影片去套用出自己最喜欢的一种笔记使用类型，然后最后再永久去使用某一种特定的笔记就好了。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咯，谢谢，拜拜。